我滚，我马上滚！宁思琪再也不敢嘴贱，也不敢再留下来。在战一晨一声滚，他扭身就跑回到他的车子前，拉开车门就上了车，很快便开着车离开了春暖花开。宁大小姐的花店名取得好听，春暖花开。可是宁大小姐这里一点都不好玩，多待些时间，她可能会连牙齿都被打掉。等到宁思琪走后，龙太太也不好久留，便对宁云初说道：“二少奶奶，我先走，订好的花束我明天再过来取。”好。宁云初应着。龙太太偷偷地看了战一晨2眼，就带着2名保镖走了。宁云初走出店门口，目送着龙太太的车子远去，直到看不见了，她才转身回到店里。你怎么有空过来啊？宁云初温声问着丈夫，就要去给丈夫倒杯水。大哥要出差，你应该很忙才对。战印还是要跑一趟江城的，对外说当然是说出差了，免得海童担心，就是跟海童说他要出差，也不会说他去江城。不过战印还没有跟海童说他出差的事，再忙也要吃饭的吧，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间。战一晨轻捏一下他的脸，随即又一脸的严肃说道：“老婆，下次他再骂你，你要狠狠地还击，不能像今天这样随随便便就饶了他。想想他以前对你做过的事，我是想到他以前那样欺负你，就恨不得捏死他。杀人不犯法的话，他都不知道被我杀了多少回。”宁云初笑：“杀人不犯法的话，我可能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保护宁云初的保镖在战一晨过来后，默默地闪到了外面去，充当隐形人。骂我的那个宁思琪不是真正的宁思琪。战一晨愣了一下：“不是真的？假的？可我看他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呀。”他对宁思琪关注度不高，只要宁思琪不来打扰他的老婆大人，他甚至都不想知道宁二小姐长什么样。故而战一晨看不出宁思琪是假的，别说战一晨看不出来，很多人都看不出来。就是海童在场的话，他也辨别不了。宁云初是跟他做了20多年的姐妹，对他非常了解，又留意到那个西贝货偶尔会有点不自然。再有就是他看过西贝货的手，没有宁思琪的那般纤细白净柔软。宁思琪刚从监狱里出来时，双手的确粗糙了点儿，皮肤也黑了点，出来后保养了一段时间，便恢复了以前的白嫩光滑。毕竟宁思琪才21岁，还是要过了年才21岁。现在说她21岁那是虚岁，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那是一枝花，满脸的胶原蛋白。宁思琪出来后不肯去找工作，花着她带走的那些钱，没有钱了就跟弟弟要，小日子过得其实挺潇洒的。没有干过活的人，双手自然是白白嫩嫩的，而那个西贝货的双手不够白净，也不够纤细柔软，掌心有茧，指甲很短，没有涂指甲油。宁思琪很喜欢涂指甲油，指甲也留得长，她那是打小就喜欢留长体甲的，后来被母亲逼着学钢琴，经常要修剪指甲，她就对学钢琴特别抗拒，学了没几年就不肯再学。以前宁云初还没有重见光明，宁思琪欺负她时，最喜欢用力地掐她抓她，因为指甲长。宁云初被她抓伤过数次，所以看到西贝货的手，她就知道那个不是宁思琪。而且西贝货骂她的时候，哪怕骂得再毒再厉害，始终没有怨恨，看似发疯，其实都是在刻意疯，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宁思琪。哪怕她学得再像，她和宁云初都没有仇没有怨，那种怨恨就很难演出来。你们对她不了解，看不出来，这个人跟宁思琪是长得很像，可以说像是孪生姐妹，连说话的声音都极度相似，身形什么的都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我刚刚说的那些小细节，这个宁思始终缺少一点贵气。宁思琪在刁蛮任性，
好歹是您家的二小姐，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还是带点贵气的。那贵气不是学就能学来的，需要长期生活在富贵乡里才能养出贵气。通过种种小细节，我敢说跑来找我麻烦，刻意骂我的宁思琪是假的。战逸晨不在乎宁思琪是真是假，反正敢骂他老婆的，他都会让保镖狠狠教训一顿。假的宁思琪怎么会跑来这里闹事？宁云初在收银台前坐了下来，眼神变得深幽，轻轻地说道：想打消我的怀疑。我不再怀疑，海童就不会怀疑。他的目的是海童一直想接近，想让海童信任他。战逸晨也听老婆和大嫂提及过，龙太太的声音和身形很像宁思琪的，怀疑有什么阴谋。龙太太总是偶遇到大嫂，偶遇的次数太多，的确让人起疑心。说龙太太冲着大嫂来的，战逸晨一点都不怀疑。想到刚刚龙太太也在现场，战逸晨明白过来，你的意思是背后操纵着你妹妹的黑手，找了个跟你妹妹高度相似的替身，假扮你的妹妹，然后跑来你这里闹事。那个龙太太也可能是你真正的妹妹，再出现这样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你的面前，就打消了你觉得他们是同一个人的怀疑。假的宁思琪一来就跟我吵架，没多久龙太太也来了。龙太太的借口用得让人无法怀疑。她说她婆婆要过生日，她其他礼物都准备好了，就差一束花。知道我开花店的，特意跑来我的花店里买花。我跟她并不算熟，她用得着刻意跑来帮衬我的生意。说她是跑来配合着假的宁思琪演戏，我就相信。战逸晨深思片刻后问道：你没有戳破吧？你看我戳破了吗？他们演戏，我也会演戏，就当作没有认出来了，以为替身就是宁思琪了。我也会跟海童说说这件事，让海童假装打消怀疑，相信龙太太是龙太太，不会是您家二小姐。我倒想看看宁思琪到底想做什么，也想看看是谁在背后操纵着她，能将宁思琪调教得高贵大方，又脾气温和而稳重，颇有点当家太太的风范。那个人是真厉害。战逸晨神情严肃说道：你这个妹妹什么性子，你最是清楚，她爸妈都无法将她调教好，现在那个人却能把她调教成大家闺秀的模样，虽说还是差一点，也很厉害了。等会儿我跟大哥说一说。宁云初说道，感觉是冲着海童来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战逸晨安慰他，别想那么多，总会查清楚的，等你店员回来了，咱们就去吃饭。是回老宅还是去酒店吃？酒店吧，回老宅太远了。虽说那几个老前辈还在悠悠山庄，也快要离开的了，所以战逸晨等人便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要上班的就上班，还在上学的就上学。现在是寒假开始时间，其实大部分学生都放假了，不过老九是高中生，他还在补课，临近过年了才能放假，年后又比别人早开学。本来晚上不想回老宅的，现在想想还得回老宅一趟，大嫂还在老宅那边。宁云初点点头，他现在恨不得立即和海童说刚刚的事。考虑到海童在老宅那边还陪着老太太，宁云初暂时不说，饭后再说吧。那边的宁思琪坐着车离开了春暖花开后，马上打电话自己的替身。替身很快接听了他的电话。你现在哪里？在回你住处的路上。宁思琪默了默后说道，行，等会儿见了面再说，给我准备好钱就行，我挨了好几个耳光，得给我一点赔偿。宁思琪笑了笑说道，放心，不会亏待你的。看着别人挨耳光，那感觉真爽。宁思琪就是那么坏，看不得人好，看到别人吃亏他就很开心。不过若不是有替身，挨那几耳光的人就是他了。
战义臣对那个瞎子还真是维护呀。母亲说的没错，战家的男儿都宠妻，战家的人也都缩短。如今宁云初拥有的一切，原本都属于他的，早晚他要夺回他的一切，要让宁云初身败名裂，一无所有，还要将宁云初送给龙先生糟蹋。龙先生说的那个瞎子比他聪明多了，他对瞎子和海童都感兴趣，那就将他们送给他慢慢玩弄了，玩弄完再将他们卖到夜总会去。仅是想到他们的下场，宁思琪就觉得特别兴奋。到时候他是宁家的当家人，拥有过10亿的身家，嫁入战家那就是门当户对。他不介意战义臣和宁云初离了婚，二婚男人只要是战义臣他都觉得值。宁思琪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出手机看来电显示是龙先生打过来的。他定了定心神后才接听龙先生的电话。龙先生，宁思琪娇声娇气叫了一声。龙先生在电话里笑了起来，从你的声音里能听出你的愉悦，你现在心情很好，看来你的建议用得不错。是不错，很有效果。那个瞎子现在应该会相信龙太太就是龙太太，不是宁二小姐了。当然也是龙先生厉害，这么快就找到了一个我高度相似的替身。看到那个替身，我都以为是我的孪生姐妹，身形、容颜、声音都高度相似。宁思琪现在相信了，没有血缘关系的2个人也能那么像，就像他和那个替身一样。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在替身出现之前，他甚至都没有见过对方。2个人初见面，那个替身也吓了一跳，双方都以为自己的父母在外面还有孩子。对此，宁思琪也更加的惧怕龙先生，他太厉害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找到了替身，然后又让替身学习他的生活习惯以及说话的态度。他向来刁蛮任性，想成为淑女困难，但想成为个任性刁蛮的人却容易得很。你姐姐真的没有半点怀疑的？龙先生问道。虽然他对自己找到的人很满意，但是宁云初很聪明，又是宁思琪的亲生姐姐，姐妹俩相处了20几年。宁云初虽说瞎了10年，都说瞎子是眼瞎心不瞎，心细得很。他那么容易相信替身就是宁思琪，会不会是将计就计？没有半点怀疑。这一次连声音都像。他怀疑什么？他会被怀疑是因为他没有学会变声，声音还是他的，才会让宁云初和海童怀疑。才一次还不能确定，你们配合着多演几次戏，他都没有怀疑，那就是相信了。龙先生谨慎地道，你姐姐身边太多聪明人，也得防着他们知道你用了替身，也不戳破，将计就计的，等着找出你背后的人，也就是他。宁思琪笑道，龙先生就是太谨慎了。我和宁云初做了20几年的姐妹，他怎么想我还不清楚，他若是怀疑那个不是我，都懒得搭理。不过龙先生不放心，我和他还是配合着多演几次戏吧。对了，他惹怒了战义臣，被战家保镖赏了几个耳光，他说要赔偿，你看看要给他多少赔偿？将钱转给我，我等会儿再给他。龙先生说道，等会儿你们俩谈好了价钱，他需要多少赔偿，你觉得合理的，就支付给他，然后跟我说个数，我再补给你。宁思琪一想，这样他还能赚点差价，便笑着，那也行，他在回家的路上了，我也在回家的路上，等会儿回到家，我再和他好好谈谈，一耳光就给他3几百块钱都可以了。龙先生说道，不管多少，只要你觉得值就行。今天你表现的也不错，有赏，我会儿往你账户打点钱，你自己去买点珠宝、包包什么的，买你喜欢的。闻言，宁思琪说话更加的娇声娇气了，甜甜的道谢，谢谢龙先生，我会更加努力的。等你好消息，
争取早日让海童信任你，成为他的朋友。龙先生其实很想宁思琪，现在就打入海童那些人当中去，因为要过年了，海童可能会和慕晴见面，聚会什么的，两个孩子就会见面，可以确定一下慕晴的养子是不是他要找的人。真的，一天不找到那个小家伙，拿回属于家主的东西，他就一天不能安心。他就算是代理家主，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家主。做了那么多，却是这个结果，他不甘心，只是时间上来不及了。龙先生也知道急不来，海童他们防心太重，宁思琪早早就制造偶遇，与海童等人认识，但海童就是防着他。主要是宁思琪没有学到变声，让海童怀疑她是宁二小姐，所以一直防着，也就一直没有进展。龙先生也想拿宁思琪出气，觉得她没用，想想又怪不得她的，她本来就没有什么本事，是个被父母宠坏的孩子，不知天高地厚才会闯下大祸，连累了他的父母，导致宁家重回到宁云初的手里。他自己也进去坐了一段时间的牢，出来后就被他盯上，他让人调教他一段时间，能有现在这样子，智商也提高了点儿，已经是他的本事大了。会的，这一次一定能成功。我听说战家好像来了几个贵宾，就是不知道是谁。这2天战家的少爷们只要方便回来的都回来了，游游山庄就像办宴会一样热闹。不过能去的只有那几家人，就是陆家、商家以及苏家人，其他人都没有得到邀请，不能进去。龙先生嗯着，这个我知道，你能打听到这一点不错了，能力有进步，继续努力，只要你进步了，我都有奖。待我的计划完满，你想要的都会满足你。嫁入战家当少奶奶都不是事儿，战家9位少爷随便你挑，你想嫁哪个都可以，宁家的家产都会是你的。你讨厌憎恨的人，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龙先生又给宁思琪画大饼了，不画一画大饼，宁思琪都没有上进心。战家的少爷我只要战一沉，宁思琪固执地道，我就要宁云初现在拥有的一切，让他失去他拥有的一切，对他来说才是最狠的打击报复。他还要让战一晨比较一下，到底是他好还是宁云初好。那个瞎子高中都没有毕业呢，哪能跟他比？他虽说也没有读完大学，但好歹上了大学，读了2年，比宁云初好多了。他也见过世面，宁云初就没有见过世面。没有瞎之前，他母亲出门应酬，只会带着他，是不会带宁云初的。现在宁云初是重见了光明，那又如何？她依旧很少出席宴会，上次好不容易跟着她婆婆出席宴会，也被人嘲笑讽刺了。虽说她婆家人都护着她，想来对她打击还是很大的。战一晨都被你姐姐用过了，你还那么喜欢她呀？看来你对她是真爱。龙先生哈哈的笑，没有半点吃醋。他本来就不喜欢宁思琪，不过是为了好好的利用、控制宁思琪，他才会睡宁思琪，让他不能轻易摆脱他。我现在是龙先生的女人，他是我姐的男人，我们那是50步笑100步。行，只要你想要的，到时候都会给你，好好干。有什么新消息就打电话给我。说着，龙先生挂断了电话。车子载着宁思琪很快就回到了龙家别墅，替身已经先到，不过他没有钥匙进不去，只能在别墅门口等着。等到宁思琪进去了，替身才开着车跟着进去。数分钟后，华丽的大厅里只有2个女人，她们坐在豪华的沙发上，你看我，我看你的。我现在是不是很难看？感觉脸肿得像发酵的馒头了。替身摸着2边脸，都红红肿肿的，也好痛。战家的保镖下手真重。宁思琪忍不住笑，是很难看。
哈哈，肿得像个猪头。替身瞪着他，你还好意思笑？我这是替你受罪。去，给我拿冰块来，让我敷敷脸，痛死我了。你让我给你拿冰块？宁思琪瞪大眼，我现在是女主人，你要搞清楚。我这样子不就是学你吗？才几天时间，你以为我就能学到十足十了？总要多练习练习，才能越来越像你，在他们面前才不会露出破绽。替身说的理直气壮的，他就是忍不住使唤宁思琪，又不是正经的龙太太，在他面前摆实款。他们俩都是龙先生要利用的棋子。宁思琪哑了哑口，看到对方红肿的脸，想到是替他受过，算了，就帮他拿一次冰块吧。于是宁思琪起身走开，去给替身拿了一袋冰块过来。喏，冰块给你。他将冰块递给替身后，又在替身的对面坐下来，随即翘起了二郎腿，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也没有。谁叫你当时不走？都说了，只要我露面了，让宁云初看到我和你是不同的，两个人就可以走人。你偏不走，还要在那里逞口舌之争，被打那是活该。替身没好气的道，我这不是想多演会儿，让你那个姐姐相信咱们是两个人，谁想到被她丈夫听到。她丈夫来了，你也看到了吧，又不提醒我一下。她当时也没有看到战逸晨，等看到时，战逸晨已经出生。话说你姐夫是真帅，传言战家的少爷都很好看，还真是这样，战二少爷都这么好看，那个战少岂不是更帅？战少大家默认的都是战印，差不多吧，不过战逸晨比战少要温和一点。你要是看到战少，就知道他有多可怕了。我反正看到他就会两腿发抖，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不想被他看到。对了，你得记住，下次看到战少时，你要表现得很害怕的样子，可别像今天这样，见到逸晨就一副花痴样。宁思琪提醒着替身，替身边用冰块敷脸，边说道，我又不知道战少真正长什么样，什么时候能看到他？今天要不是战二少爷先说话，我都不知道他就是战二少爷。等会儿我让保镖找战少的相片给你看看，你好好记住战家几位少爷的样子，免得遇上了也不认识，露出马脚来。我好歹是宁家二小姐，以前那是经常出席宴会的，豪门里的千金小姐，少爷们能识的我都识。对了，战家的少爷还没有踏入社会之前，他们的资料是打听不到的，除了他们家的亲朋戚友，外界的人都见不到他们，遇着了也有可能不认识，这很正常。宁思琪的替身满脸的期待，他问宁思琪，战家的少爷有多少个未婚的？他这样问，宁思琪便知道他想什么。宁思琪讽刺地道，怎么，你还幻想嫁入战家当少奶奶呀？战家可不是谁都能进的，你看我，宁家真正的二小姐，我爸妈还没有进去时，我们家的家产过10亿呢，都不能和战家打成一片呢。在宴会上，我妈去和战家的太太们打招呼，人家也就是点点头，笑笑，当作回应。想和人家像朋友那样聊天，那是不可能的。战家的太太鲜少会出席宴会，若是他们都出席的宴会，必定是管城那些身份地位特别高的人邀请，他们才会赏脸。不要看战家的太太们低调，他们背后的娘家都是大豪门，战家的女人就没有穷的。顿了顿，宁思琪极度地道，现在有了，战印的老婆就是海童，在管城流传着他和战印爱情故事的主角。他家里穷，相较于普通人来说，他不穷，但相较于战家来说，他就是穷人一枚。但他却嫁入了战家当大少奶奶，战印是大少爷，下一代的当家人，现在都是他当家话事。海童以后也会成为战家的当家太太，让人羡慕嫉妒恨呀。但他的幸运却是无法复制的。
听说是战家老太太先看中海童，又因为他出过小事被海童救了，他以报答救命之恩，将战印安排给海童，2个人闪婚培养出的感情。其他少奶奶据说也是老太太相中的，所以说想嫁入战家不是我们想就能嫁，也不是战家少爷看得起我们就能嫁，得看战家老太太能不能看得上你。替身听得2眼放光，他说道：万一我也被战家老夫人看中，岂不是有机会嫁入战家当少奶奶了？看海童都可以呢。看来啊，以后在路上看到那些老太太需要帮助，我得当个好心人，说不定就能像海童那样，因为救了一个老太太，换来一生的幸福，嫁豪门。当少奶奶再太幸运了。宁思琪嗤笑，多少人都做着这样的美梦呢，轮得到你？都说了海童的幸运那是无法复制的，他也羡慕嫉妒恨，却也明白海童的幸运不是谁都能有的，那是人家得天独厚，老天爷偏爱他得来的。偏爱，老天爷的偏爱，难得呀。虽说海童相对来说是个穷人，但人家有机遇，也有能力。现在就是撇开战家大少奶奶这个身份，她也算事业有成，跟她的表姐还有好闺蜜合伙开了家蔬菜公司，赚得满盆满钵的。还有她原来是江城凤家上任家主的后代，她亲大姨那是商家的当家太太，商氏在管城那是第2大豪门，家产也近1000亿的，她大姨待她如亲生女儿。你有这样的大姨吗？你妈有那样的家族背景吗？你以为战老太太挑孙媳妇那么随便？宁思琪不够聪明的都悟出来了，知道能被老太太挑中的人选都是很厉害的。听说瞎子也是老太太挑中的，安排给战一晨，给战一晨1年的时间去追妻。宁思琪原先是不明白老太太为什么会选中在宁家像透明人一样的宁云初。要知道宁云初当时还是个瞎子，忙了10年的。现在他明白了，老太太有一双火眼金睛呀，看出了宁云初是个狡猾奸诈的人，专门扮猪吃老虎，心狠手又辣，竟然提前多年变布局，只等他爸妈一出事，就迅速抢占了宁氏企业，成了宁家的话事人。再不服气，宁思琪也得承认，在这一点上他是比不上大姐的。也怪不得爸妈当初想弄死宁云初，可惜的是那瞎子命大，没有死，都怪小姑姑多事。要不是小姑姑多事，瞎子早就死了。宁云初忙了10年，谁都想不到有朝一天他还能重见光明，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替身被宁思琪这样质问着，一时间哑口无言。他只是个替身，连宁思琪这个正主都嫁不进战家当少奶奶呢。而且宁思琪得罪了战家的2少爷，更是没有机会入战家大门的了。他颇遗憾地道，我还想着沾沾海童的好运，也进战家捞个少奶奶来当当呢。看来是我想多了。宁思琪笑，也怪不得你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凡是见过战家任何一位少爷的女孩子，撇开他们的家世，都会忍不住肖想他们。可惜他们没有一个正常人。正常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总会对异性有好感，他们个个像和尚似的素得不行。到了适婚年纪，老太太给他们安排了妻子人选，他们有了固定的目标，直接追妻变形，倒是省事。个个是人中龙凤，却那么听老太太的话。宁思琪最后这句话都不知道是夸赞还是讽刺，更多的可能是怨是恨，是嫉妒吧。你替我受过，挨了几耳光，我跟龙先生说了，龙先生会给你补偿。你开个价吧，挨了1耳光要给你多少补偿？我觉得合理的，现在就给你转钱。宁思琪将替身拉回现实里，他还有机会肖想一下战家的男儿。等他帮龙先生办完了事，龙先生说的，他想嫁战家哪位少爷都可以，随便他挑。
但他的替身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不过是替身一个，还真当自己是宁家二小姐啊？替身说道：“这是肯定的，我不过是演戏的，没理由让我挨打。一个耳光给我1000块，我挨了3、4个耳光，还是5、6个。我当时被打傻了，没有算清楚，反正不是5、6个，就是7、8下。”宁思琪说他越说越多了。行了，给你5000块钱的补偿。他也不和替身计算的那么清楚，直接就给替身转了5000块钱。替身美滋滋的收下了那5000块钱。虽说被打耳光很痛，不过一记耳光就进账1000多元，多来几个耳光他都承受得住的。他又不是娇娇小姐，平时不过是待在某影视城里跑龙套，运气好有戏演，当然是群演，一天也能赚到点生活费、零花钱。当演员的就没有人不盼着有一天能凭自己的美貌及演技成为女主角的。可惜的是，在影视城里碰运气的女人个个貌美如花，她这样的颜值在影视城里只能说过得去，不能说是美人胚子。给宁思琪当替身，她的报酬就很高，挨打了还有补偿，比她当群众演员赚得多。这钱好赚，下次再去找你大姐的麻烦。我又激怒她，让她赏我2耳光，我能额外多赚点钱。宁思琪呵呵的笑，不过是几千块钱，也值得你这样做。宁二小姐，你是出身豪门，长于富贵，从小就衣食无忧，有花不完的钱，是体会不到我这种普通人的困难的。二小姐也说了，你家里有家产过10亿，10亿对于穷人来说是什么概念？我家里啊，连50万都拿不出来呢。我哥要娶老婆，我嫂子那边要求要有房有车，还要3金彩礼什么的。我哥工作近10年了，存起来的钱都不够付首付，还得掏光我爸妈的积蓄，连我的存款也被掏个精光，算是付了婚房的首付，供了辆车，彩礼什么的都是借钱支付。替身停顿片刻后又说道，普通人就是结一次婚就能穷上好几年，我嫂嫁过来几年了，孩子都生了2，还在和我哥一起努力赚钱还债呢，房贷、车贷，外面欠的债，呵呵，有意思吗？还不如当初少提点要求，结了婚，夫妻在一起打拼，也不至于现在拼命还债。我家又不是没有房子，不过是旧了点儿，小了点儿，挤一挤又不是住不下，你们就不会有这种困难。宁思琪被替身的一顿对比，顿时心情愉悦，说道，那是，我从来就没有为钱愁过，最穷的时候都有人送钱给他花，就是付出一点代价而已。好了，你好好用冰块敷脸，我上楼换套衣服，出去逛街购物，做美容护发什么的。他要花钱，龙先生每个月给他的包养费，以及时不时赏给他的钱，就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挣不来的。这样想着，宁思琪又有了优越感。哪怕他只是龙先生包养的情妇，但就是包养，也不是谁都能被龙先生包养的，不是吗？替身果然羡慕的不行，看着宁思琪上楼的背影，羡慕的嘀咕，我什么时候能过上有钱随便花的日子？冬天的天黑的早，不过是傍晚6点多，已经是万家灯火。江城的中心医院住院部某间高级病房里，方瑶将他刚带过来的几个保温饭盒一一打开，将保温饭盒里面的饭菜都端出来，又一一摆放在小厅的茶几上，然后他才走进病房里，对躺着的凤晴说道，小姐，可以吃饭了。吃晚饭？这么快？感觉才吃过午饭没多久呢。凤晴撑坐起来，感觉到头还是有点晕，便又躺回床上。方瑶当即疾步近前，体贴地扶他，嘴上说道，叫你不要起来的太急，容易头晕，都不知道家主下的是什么药。你这都睡了这么久，还是会头晕，容易陷入昏睡中。都不敢想象，他若是喝完了那杯水，会昏睡多长时间。现在好很多了，就是起来的急，
就还有晕眩感，医生还没有查出来吗？还没有结果。方瑶安慰的道，总会查验出来的，给他们一点时间，好在恢复了不少。总之，记住不要吃他们送过来的任何食物，哪怕是他们买来的水果，你都不要吃。凤家人如今一个都信不过。今晚的晚餐是我回去亲自买菜，亲自下厨的，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方瑶扶着凤晴下床，扶她出去。趁热，赶紧吃了，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凤晴自嘲地笑道：我现在感觉是大病一场的人，走路都需要你扶着，让我抱着你都可以。凤晴不是走不了路，是方瑶怕她刚起来会头晕，所以扶着她稳妥。凤晴在沙发上坐下来，看着摆得满满当当的菜，说道：就我们2个人吃，吃不了那么多的，不用做那么多的菜，也不多的量，只有2个人的量。她端了一碗汤放到凤晴的面前，让凤晴先喝汤。你也吃？好。方瑶没有拒绝，她做好了饭就用保温饭盒送过来，自己也没吃的，喜欢和凤晴一起吃饭。她胃口不错，不会像其他千金小姐那样，为了保持身材吃的比猫都少。她是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从来不会亏待她自己的胃。凤晴的手机在病房里面响了起来，我去帮你拿。方瑶放下了碗筷，起身进去帮凤晴拿了手机出来。他将手机递给凤晴，说道：是乔少打来的。凤晴连忙接听。乔少。凤晴笑着：度假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后挺忙的，还没有时间去看看你。乔涵低沉的嗓音传过来，方瑶能听见，他抿抿唇，继续竖着耳朵听着，心里却腹诽：乔少已经告诉世人，她是个女人，咋还学着男人说话？声音压得那么低，听着那么好听。他家小姐本来就对乔涵很有好感，乔涵真的是男女杀手呀！知道她是女人，多少男人都后悔的捶胸顿足的，说早知道她是个女的，就抢在战三少爷之前追求她，说不定有机会入得乔涵的。而女同胞们就算知道乔涵是女人了，很多爱慕者也很难一下子就放下对她的爱慕。在方瑶看来，乔涵就是个祸害，男女通杀。知道乔少很忙，没事，以后有空了一起吃顿饭。凤晴理解地道，她和乔涵的情有点像君子之交，淡淡的却很真诚。我和海玲姐在去医院的路上了，想看看你，不知道你现在是否有空。凤晴美眸微闪，说道：我现在躺在医院，没日没夜的睡，闲得不能再闲了，你们随时来，我都有空的。海玲叫他少出门，他那个妈不会善罢甘休的。商总和战总也在，乔涵嘴里的战总可不是他家男人，而是他未来的大伯哥战印。凤晴看了方瑶一眼，战印过来了，方瑶都没有告诉他。